目前江浙沪地区已经全面崩盘了啊！所有的学生工你都不要再出发了。你要知道，现在社会工都找不到工作，光伏厂没有订单，新能源厂不要人，普工、半导体厂的普工要求大专学历起步，连上海的那个中集大批量裁员。现在它已经不是学生工工价低的问题了，而是什么？没有厂可以安排。就我这边，我有很多劳务的同行啊，人家手上几百个学生，就是不要1分钱都没有厂可以安排得了。我的天哪，现在这个实体的生意都这么难做吗？我在上海闵行、爱琴海这边，我走了一圈，我给你们看看多少的店铺全部都关门了。有一些店铺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开业，他们就已经歇业了，真的好可怕。你们那里也这样吗？中国的上海既有繁华热闹的步行街，又有幽静文艺的原法租界，更有现代气息满满的东方明珠。很多人都说，要挣钱，你们就要到上海去。上海遍地是黄金和机遇，走在路上，空气中都是金钱的味道。然而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失业率不断攀升，如今的上海早已经是今非昔比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来一起看看7月的上海又是一幅怎么样的现状。98162，这个数字呢，是我2025年整个上半年的营业额。姐妹们，你们敢相信吗？我这个店还有1个月就要交房租了。刚才看了一下我的银行卡，居然连房租都已经交不起了，守着一屋子的下款卖不动。我感觉现在的生意已经进入到死循环了，投资10几万，拿着本金去进货，稍微卖一点钱吧，然后又投到货里边，循环往复，最后用挣来的钱换了一大堆的库存，然后亏本清仓。1年忙到头，银行卡里却没有钱，这个就是我们实体服装人的现状。西都的家人们，你们还记得闵行东川路旁边的欧尚吗？今天才发现，里面大部分的商铺都已经关门了。以前是花钱都租不到的商铺，现在却无人问津，没有了一点往日的喧嚣，曾经爱逛的商场也没有了，喜欢喝的奶茶和小吃都看不到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局面？上海人到中年，如果你失业了，可能再也爬不起来了。最近呢，我投简历，各种软件加在一起，4个平台一起投出了7、8千份简历，找我来面试是很少。没有工作，其实最怕的就是没有购买能力了。现在除了3顿饭，我几乎不买任何一样东西。我4岁的孩子，他每天都在家里，他就会问：“哎，爸爸，你今天怎么没上班？”我心里想，爸爸也想上班，爸爸也想赚钱给你买东西。亲戚朋友，他们有时候会到家里来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要装作镇定，不能表现出来我在吹牛，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工作了。上海现在的情况听了你都不相信，据说啊，有几百万的外地人陆陆续续的涌入到了上海。现在上海的地铁、公交都是非常拥挤的，人才市场也被求职者挤爆了。很多人呢就误以为现在是不是市场繁华了、繁荣了，但事实上很多大企业都在裁员，小的企业倒闭的也比比皆是，房子租不出去，但是宾馆里啊却住着很多找不着工作的年轻人。现在就连网约车、外卖、快递这些啊都不好做，因为有钱的人啊都把钱存进银行不消费了，而真正想要消费的人又没有钱。现在的市场啊内卷真的太严重了。这就是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吗？这跟我们乡镇差不多啊！你看这商铺全部倒闭了，这不会是要拆迁吧？这一块你看破破烂烂啊！浙江中路出租出售，应该不是拆迁啊，可能就是租金太贵。是哪是外滩啊？这不乡下吗？不好意思，走错了，是这条街。在上海呀，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实体店生意这么差吗？为什么现在的人们兜里都没有钱了吗？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以前呢，大家赚钱啊是当地赚钱当地花，刺激了当地所有行业的消费，各行各业呢也都有钱赚。现在是什么呢？现在是当地赚钱，平台花，老百姓的钱呢都涌向了平台，涌向了头部主播，涌向了资本，这就是导致贫富差异啊越来越大，进入了恶性循环。越没有钱的啊就越不带实体消费，越不带实体消费呢，各行各业啊就越没有钱。中国政府历来喜欢用虚假的数据和报道来掩饰糟糕的经济局面。尽管官方声称上海经济实现增长，但民间的体感经济实录却折射出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。近日，一位在上海开面馆的小哥阿昌在自媒体中分享了他的体感经济实录。他表示，上海官方称经济在增长，但老百姓体感可不一样，特别是底层的人感受是很明显的，生活艰难，工作难找，
不知道前途在何方。很多人说，在上海贴吧课里面做了很多人都是上海失业，失业到现在，我觉得瑞幸9块9我都觉得贵，优衣库59块9的一件 T 恤衫也觉得贵。在能骑电瓶车的，尽量骑电瓶车，充一次电1块钱，可以跑个好几天。暑假工出征，寸草不生，请看 VCR。重申一遍啊，9块啊，9块钱1个小时。7月5号出来打暑假工的同学啊，这边建议你啊，在家打打王者啊，就千万不要出来了。如果你非常自信，硬要出来闯闯，姐可是学生哎，姐有文化，低于30块的场都不符合我的身份。那么你们的结局就是被子收你250，路费收你500。等到发工资的时候啊，喂妈妈，我在厂里干了2个月，厂里只给我发了500块钱的工资，我回来路费还差200，你能不能转给我？你们相信吗？这个是上海市中心啊，瑞金医院旁边的一连排的铺子啊，一连排的铺子，空的。现在这个行情真的是让人堪忧啊。今天正好有事儿，来上海这边最大的电脑城买2个东西，看看现在这个电脑城还是不是像以前那样辉煌。这个都确实啊，这个可是在市中心啊。这边看看这里没什么人呐。哇，这是什么球啊？这个还是比较萧条的，这里已经全部空了。鼓励老百姓消费啊，是对的，这没毛病。可是啊，这个钱从哪里来呢？对吧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。那谁不想消费呢？现在啊，10个人估摸着有7、8个人都背着小贷、网贷，那每个月的收入还完贷款以后，拿什么去消费啊？他们没得选呀，他们也想做银行的正规贷款，可是啊，没有银行贷给他们。银行低利息贷款普遍是给这些国企呀、央企呀、事业单位上班的人，那普通上班的占不到这个便宜的。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，各行各业还在裁员，而且还裁得非常厉害。那现在每个月能顺利的把这个贷款还上已经很不错了，拿什么消费呢？在上海开面馆的小哥阿昌介绍说，他是2011年到上海打工的，曾在物流公司做过叉车工，后来因为公司倒闭回老家学手艺，之后再回到上海创业开面馆。阿昌曾在上海开了3家面馆，其中2家川沙镇西市街老街、妙京路的收入比上班要好，但是新冠疫情来了，他的面馆也没能逃脱被关闭的命运。阿昌观察到，现在上海人口明显减少了，地铁与市中心人口流量减少了很多，不再像以前那么拥挤。市中心除了主要旅游区人多，其他小路上人流明显减少。上海办公室空置率也是很高，尤其是市中心的写字楼。你知道吗？2025年上海才大概那个40%左右，整个上海关掉了将近300多餐厅。2025年，所有人都在焦虑一件事情：下半年该怎么去？3个月亏损了180万，在上海最火热的商圈五角场也拯救不了这个火锅店。现在门店倒闭，老板希望能够多挽回一些损失，叫来了14、15家二手回收商上门报价。老板说希望找一个靠谱的人，我理解他说的靠谱应该就是那个给价最高的人，但是以老板的心理价位，我估计他是永远也等不到那个人了。上海现在啊，好多开饭店、开超市的老板啊，都想把门关了，都不想干了。前2天呢，有个在上海开烟草店的老板跟我咨询业务，他就一直在吐槽，说现在的实体一天都干不下去了，谁想干谁干。现在每个月呢都在亏钱，就算生意再不好，每个月的房租、员工的工资，他一天都不敢拖。好在他这个店里啊，前2年办了个烟草证，一直有效。如果说真遇到什么事儿，还可以通过烟草证在行里搞点钱，缓解一下经营的压力。但就是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他还在问呢，你知道什么时候经济回暖吗？近日，大陆网络社交平台上一位博主说，政府称中国经济是稳中有升，同时又提出要做好过苦日子准备，释放了矛盾的信号，但他却感觉到经济却并没有好转。这位博主说，他算得上是上海的中产，但是他却从中产中沦落到几乎是破产。原因之一就是听信了官方的数据和官媒的误导。他提到2个原因，首先在新冠疫情之前，他买了房子，贷款接近200万，
每个月1万左右的房贷。第二，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被一些利好的信息误导开了餐饮店，结果在疫情风控影响最大的2022年，他病急乱投医，借了小贷还房贷，还之前投资欠下的贷款。在疫情风控结束以后，2023年他要听信媒体的误导性报道和官方的数据，误以为经济会有报复性增长，造成自己盲目乐观，开始报复性消费。他说，这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。大家都看到了经济到底是什么样。他说，现在自己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，而且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他认为，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之下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。现实生活中，失业、降薪、破产的人比比皆是。你以为上海银行的行长他不焦虑吗？他现在每天都睡不着觉。我刚从他办公室出来，他跟我吐槽说，最近的压力特别大，问我要业务也聊了很多。我在上海干了10年贷款行业了，什么利息没见过，现在的利息可以说最近10年来最低的时候了。不管你是做信贷还是做抵押，已经达到历史最低了。现在碰到个什么情况呢？全员消费降级，反而存款的人、存钱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钱多了肯定要放出去的呀。但现在超前消费啊，太过于普遍了，导致我们大部分的人呢，征信都已经沦陷了。你们知道上海最惨的一波人是谁吗？就是在上海远郊贷款买新房的人，可以说肠子都悔青了。当时买房的时候挤破头，如今呢几乎都是腰斩。我在上海不是做收房的吗？遇到不少客户啊，把这个房子呢买在远郊。我有一个客户，2016年430万买了一套新房，贷款了300万30年期限，每个月要还将近2万块钱。现在这个房子的市场价也就在200多万，这么多年换来的不是资产的升值，反而是把首付都亏掉了。上海这套房现在市场价300万，但是我的房贷还有300万。当年砸锅卖铁凑的200万首付，现在被跌没了。这2-3年的月供也全部都打水漂，白还了。最近呢，我看网上好多人都这样说自己打算断供了。这跟炒股被套牢有什么区别？房价跌穿首付，这不就是摆明了止损时刻吗？按照网上说的，摆在各位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你要么硬扛，那么接下来20多年里面你要继续往里面填坑，那么要么你断供，那代价就是你的征信黑掉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当房贷都可以压得你随时失业破产的时候，这些信用记录在你面前能值几个钱呢？这下彻底的完蛋了！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刘翔的速度都赶不上上海房价跳水的速度。短短1个月，就我身后这个地铁口，上海虹桥北边的小高层，新房大跳水100多个，现在手里有30多个就能整上一套房子呢，是现房，也是装修交付，直接拎包入住，并且出门就是11号线地铁和14号线双轨交汇，到普陀、徐家汇只要1个小时。上海2022年8000块租金的房子，今年6700租出去了。我呢看到某帖子说自己3年前8000块租金的房子，今年6700租掉，而且去年已经降到了7000，没想到今年更便宜租出去了。不过这个不是个例，还有之前月租1万，现在降到8500，2022年从原先7200降到6600，今年断租3个月后5500租掉。上海的租房市场似乎仍然水深火热，但是对比房价的降价幅度，这点租金降幅是不是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呢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
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